你以为便秘只是今天卡一下的小事吗？当粪便在肠道久待，就像垃圾被塞在水管里，先是味道怪，压力大，接着整个系统回堵。你可能觉得只是排不顺，实际上皮肤、口气、情绪、睡眠、专注力都会被拖下水。反复用力还会让痔疮、肛裂找上门。最糟的是，多数人明明天天踩雷，久坐、少菜少水，便意硬憋，睡太晚。这集我把便秘一次讲透。什么叫便秘？为何会卡？3步骤自救。哪些红旗必须就医？把肠道从死巷拉回快速车道，重新找回顺畅的人生。先别急着找泻药，也别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硬撑。接下来8段我会用最白话的方式帮你检查饮食盲点，修正坏习惯，启动肠脑轴降压，再教你2招立刻可做的排便训练与坐姿技巧。把这集看到最后，你会明白，顺畅不是靠运气，而是每天做对几个小选择的必然结果。别再用几天没上粗糙定义便秘。临床判断看4件事：其1，每周少于3次；其2，粪便干硬成条或颗粒；其3，排便需过度用力或得靠手指辅助；其4，明显排不干净或肛门被堵住的感觉。只要反复符合以下，就应视为便秘。类型可分偶发、慢性与肠易畸形，女性与银发族更常见，也与药物、铁剂、止痛药、抗组织胺、抗忧郁有关。先厘清你属于哪一型，才好对症下药，别急着把泻药当万灵丹。另外，别忽略排便时间超过15分钟与肠需要灌肠等讯号，这些都意味着系统在求救。若你刚开始使用补铁、止痛或抗过敏药，或刚换了饮食作息，便秘也可能短期变严重。先记录2周的排便日志与饮食水量，再依型别调整策略，往往就能看见改善。为什么便秘不能拖？因为风险是叠加的，粪便久留，代谢物与胆色素被再吸收，口臭、脸色蜡黄、痘痘、脑雾与易怒接踵而来。硬推会让肛门静脉压升高，痔疮、肛裂、直肠脱垂几率飙升，久而久之形成越痛越不敢上，越憋越卡的恶循环。长期饮食过精致，坐太久，睡太晚，压力太满，会让肠道菌相失衡，蠕动迟缓，甚至诱发肚胀、食欲差异、睡不好。等身体用疼痛提醒你，往往已经拖太久了。有些人因为害怕疼痛而干脆少吃，反而让粪便更干更硬。也有人靠强力泻药或过量咖啡催，短期有效，却让肠道越来越被动。真正的关键是把蠕动的节拍器调回正确频率，规律进食，规律活动，规律入睡，让身体在固定时间打开排便模式。饮食是第1张多米诺骨牌。地雷1，纤维严重不足，白饭、白面、炸物、卤味、加工肉取代蔬果，全日膳食纤维不到25克，肠道像缺了扫帚，残渣体积不够，蠕动难启动。地雷2，水分长期不达标，咖啡、奶茶、酒精利尿，身体越喝越渴，粪便自然干硬。地雷3，油脂极端化，完全不碰好油，润滑不足，过油又拖慢胃排空。把餐盘改成半蔬果，1/4全谷，1/4高蛋白，3餐外加1份水果与1小把坚果，是翻盘起点。具体菜单示范：早餐燕麦加奇异果加原味优格，但近年来的午餐糙米饭配深绿叶菜与豆腐，晚餐地瓜搭配海藻与鱼肉，点心选1把坚果或1颗苹果。外食族可用汤、菜、蛋白。主食顺序：先喝汤，再吃菜，最后才碰淀粉与炸物。每天固定水壶2000毫升，喝完再加水，最不容易忘。坏习惯是便秘加速器，久坐不动让肠道像被按下暂停键，有便意却憋着，
神经讯号会越来越小，最后身体干脆不提醒你。熬夜与高压使交感神经长期亢奋，血流优先供应肌肉与大脑，肠胃功能被关静音，上厕所滑手机更会拖长时间，分散协调，骨盆底肌难以放松。改变从小事开始，会议排程留如厕弹性，设定起身闹钟，通勤多走一站，把手机放门外上厕所，让身体知道你愿意配合它的节奏。如果你必须长途通勤或久站久坐，试着在上下车点各加5分钟快走。办公室把印表机放远一点，上厕所选远一间。电视广告时间做20下深蹲或原地踏步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零碎活动，正是唤醒肠道的温柔闹钟，累积起来就会变成一天的蠕动总量。别忽视肠脑轴，压力、焦虑、情绪低落会打乱自律神经，让肠蠕动放慢。反过来，卡便造成腹胀与疼痛，又加深焦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你可能发现度假时更好上，因为松开了压力阀。实做清单，每天10分钟腹式呼吸与温和伸展，午休到阳光下快走10分钟，下午3点后少糖少咖啡，睡前1小时远离荧幕。每周安排一段离线时光，把排便当成固定仪式，像刷牙一样准时，身心同调，肠道自然合作。也可以试试写下3件小确幸与感恩练习，降低压力基线。若经期前后特别容易卡，提前1周调整盐分与咖啡因，增加温热饮与伸展。当你主动安排放松，肠道会用更顺的排便回应你。记住，不是你不行，是身体在说我太紧了，先松再动，效果更好。行动方案1：吃得聪明，喝得够多，把纤维拉到每日25到30克。早餐燕麦加果仁与奇异果，中餐深绿菜2大把，晚餐地瓜或糙米配海带芽。可溶性纤维：燕麦、苹果、秋葵、菇类保水成胶，软化粪便；非可溶性纤维：糙米、菜叶、坚果壳类增加体积，推进前行。要双引擎并行，水分目标1500到2000毫升。运动或夏天在家，早起先喝300毫升温水。喝咖啡、酒精与高糖饮要额外再补，不让身体越喝越渴。若短期仍觉得卡，可考虑以益生菌、优酪乳、奇亚籽或亚麻籽粉作为辅助，循序加量并观察气胀情形。烹调用橄榄油或苦茶油替代反式脂肪，既润滑也更健康。重点不是一天吃饱，而是每天都吃到，让肠道像固定收垃圾车一样，有料、有水、有节奏。行动方案2：动起来，定时上，每天快走30分钟或累积8000到10000步，搭配平板支撑、深蹲、桥式与扭转伸展。负压与血流能协助肠蠕动。久坐族用番茄钟管理，每55分钟站起活动5分钟，顺便装1杯水。建立早餐后10分钟如厕固定仪式，利用胃结肠反射训练排便时钟。脚垫小凳子让膝高于髋，模拟蹲姿更顺畅。排便时专注长吐气，避免屏息硬推，保护肛门与骨盆底肌。循序渐进最有效。对便意感觉迟钝的人，早晚加1轮腹部按摩，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画大圈2分钟，再轻压左下腹1分钟，有助唤醒结肠。若因疼痛害怕如厕，可先以温水坐浴3到5分钟，放松肛门括约肌。把如厕当训练而非考试，不成功就起身，明天同一时间再来。哪些情况一定要就医？请牢记红旗：便秘突然恶化并合并血便、黑便、体重下降或不明贫血，伴随持续腹痛、呕吐、发烧或食欲大减。50岁以上首次出现顽固便秘，家族有肠癌、息肉或发炎性肠病史，医师会从饮食药物、甲状腺与硬解质、
肛门直肠功能评估，必要时安排粪便潜血、腹部影像与大肠镜。别害怕寻求专业，早一步厘清，就能早一步调整与治疗，之后再把饮食、运动、作息彻底落地。对于儿童、孕期或产后族群，便秘处理还需考量成长与哺乳安全，务必与医师讨论专属方案。若伴随突发尿失禁或下肢无力，需紧急评估神经学问题。别逞强，别尴尬，健康是投资，不是面子问题。从今天开始，记录、调整、追踪，你会惊讶，身体其实很愿意配合你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拜托订阅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支持会让我做出更多实用的健康内容。